4个字：娶妻娶贤。什么叫贤？说白了，这女人得真心服你、迷你、懂你，能扛住你的脾气。再直接点，就是要听话，其他全是次要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怪事？不少男人张口闭口要找高学历、有钱有房、长得美的女人，每次听到这我都一脸懵。这不就是女人挑男人的标准吗？听到这种逻辑，我就觉得这男人被女权洗脑洗傻了。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根本没搞清女人选男人和男人选女人的路子完全不一样。我再说的直接点，女人这么挑男人没毛病，因为这样能筛出有供养能力的男人。但你这么挑是想老婆养你吗？就算他家境再好，学历再高，有100套房，但你还得掏钱养他。他的那些条件跟你有什么关系？能帮你把孩子教好，还是让孩子每天听他妈念叨，你看你那没用的点。当然，我不是说阶级背景不重要，家境好、高学历、有房的女人8成不是捞女。她的生活开销，要么她自己搞定，要么她娘家兜底，能给你省点心。那又怎样？这确实算优点。但问题来了，第一，这种条件顶尖的女人，普通男人根本够不着。有钱有房的女人本来就凤毛麟角。第二，女人天生慕强，如果她学历比你高，赚的比你多，家境比你牛，然后还跟你在一起，你是顶级男神吗？除非你是个19岁的小鲜肉，泡上个比你大19岁的女明星，让她倒贴养你。否则，正常情况下，你19岁谈恋爱，没钱也得你花。你39岁了，有钱了，找19岁的女孩还是你花钱，找39岁的女人还是你花钱。你总不会指望自己能钓到女明星吧？摸摸自己的脸，配吗？也就是说，99%的情况下，不管你找的女人家境、学历、长相如何，在两性市场里，男人基本都是掏钱的买家，而女人不管她条件多牛，基本都是卖家角色。这买家卖家没什么贬义，只是为了让你明白这市场的逻辑。所以不管他学历、长相、年龄、家境怎么样，他的一切对你没什么利他性。他不会给你花钱，反而可能变成你跟他在一起，尤其是结婚生娃后的持有成本。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持有成本太高会破产，除非他是傻子。可惜连不少富二代都不懂。比如某山西富豪的儿子娶了个女明星，结果人家的钱跟他没半点关系，反而成了他的负担，耗光了他的精力。这可不是什么红颜祸水的狗屁论调。男人事业崩了，怪不了女人，只能怪自己不懂感情的逻辑。说白了，男人找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忠诚，这意味着他得打从心底服你、迷你、懂你，能吃下你的情绪。再直接点，就是得听话。再狠点，男人必须找个听话的女人，就算她家境差点没问题，学历低点没问题，收入少点没问题，长得不算惊艳也没问题。娶妻要贤，贤的前提就是听话，得是真听话。这时候有些女人会觉得自己聪明，会说听话可以装，这真是自作聪明。装1天行，装1个月行，装1年不可能。如果你能在男人面前装，那只能说明那男人是傻子。我说的难听点，我有钱，但我就是不在结婚生娃前给你买贵重礼物。你是捞女，但我对你也不赖。正常谈恋爱，哪有网络上那些捞女教主说的那么奇怪？如果你是捞女，接受不了延迟满足，自然就滚了。如果我没钱，你爱钱，也自然会走。其实是装不出来的，能装出来，只因那男人本身就是个舔狗。如果你是个贱兮兮的舔狗，就算对方不是捞女，也会被你舔成捞女。不是人家捞，是你天天追着问缺什么，
我给你买车买房买包送彩礼，你这不是闲得慌吗？说到女人听话这词，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现在的人不管男女，女权主义教育吃太多了，包括不少男人也被洗成归男。但这不是歧视女人。马云带着老婆创业，俞敏洪也带着老婆创业。你能看到的90%家族企业、创业公司、小店铺，基本都是老公带着老婆一起苦哈哈干起来的。怎么了？你嫁给我就是来享福的？我要创业，你不跟我一起拼？我创业失败了，你拍拍屁股走人？我创业成功了，你来摘果子？这合适吗？有些女人会说，我找的男人都没出息，我遇人不淑，老碰上渣男。那是你的眼光烂。全世界这么多男人创业，这么多优秀努力的男人，你非挑个没出息的。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我们下期见。